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在家做生鱼片。幼卷的季节到了，这是刚刚大溪的陈船长捕捞的。我买个几公斤冻起来，可以慢慢吃。这个捞上来有时候会有柴油味，我会用冰盐水冲洗个几次，同时把杂物挑出来，像是虾须啊、小鱼啊、虾米什么的。这个俗名叫流烂，因为就会持续流出粘液，它的攻击须会彼此纠缠在一起，变成一坨一坨黏糊糊、烂烂的。那好好处理的话是蛮好吃的啦，洗干净放冰箱，过滤掉水分就可以做冲渍了。那这个酱料非常简单，就是酱油加一点清酒。我用的是裕泰白酱油，它的质地很清爽，不死咸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小卷很小，太多的调味会覆盖鲜味。我没有另外再加水跟味淋，幼卷泡进去放冷藏2天，拿出来滤掉水分，再分装冷冻。我也会留一些不做冲渍的，那煮海鲜泡面的时候奢侈的加上一把，那一碗面瞬间就会脱胎换骨，超凡入圣。那我之前就拜托澎湖的阿力哥哥水产帮我找一条很厉害的鱼，本来客人下周来，那这一周开始熟成的话就刚刚好，结果明天有个台风要来，弄得我很焦晕。还好他清晨打电话来说有老鼠斑，当机立断帮我空运过来。本集领衔主演 4.7 公斤的老鼠斑，中文正式名称是驼背鲈。那一颗的鱼只要是叫什么鲈的，通常都很好吃，比如说东洋鲈啊、花鲈啊，都很好吃。这鱼的头很小，像老鼠一样，小头锐面的，体型属于扁长形状的。鱼身上有超多黏膜，那鱼鳃割开都没有血流出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先放过了。灌水的时候也没有血流出来。那这个尺寸的老鼠斑一看就知道它超级贵，是因为前一阵子有人写信来，然后说想来家里面宣传专辑，是大明星哦，大明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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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太太一开始以为是诈骗集团，因为通常大公司他们会有自己的网域，但是对方是用 Gmail 寄来的。他们说他们是相信音乐，所以我也就姑且相信了。一直到约定日的当天早上，我跟太太都还在想说，等一下来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跟预期的一样，万一不一样的话，我就关门放猫咬他。那之前那部大白猫的影片，很多人留言说我杀鱼的技术不好，但因为要拍影片，所以想要把每一个动作都展示清楚，所以会慢慢弄。如果要追求速度，不拍片的时候处理速度是可以加快的，但是速度加快之后，影片一直以来想要传递的那种舒压感就没有了。那喜欢快的话，可以去看1分钟做完整道菜的影片。这一顿饭从收集食材到出餐，加上吃完菜不会大概2周，那剪成30分钟已经够快了。那这个老鼠斑被钓到的时候拉得很快，鱼肚都堵在鱼鳃后面，整个鱼肚都是空的。鱼头的胶质很多，我单独切下来煮汤吃掉，身体拿去熟成就好。本集影片的男二红条或者叫东星斑、七星斑，中文正式名称是花斑刺鳃翼。这尾鱼头上有个洞，这是早上活体脑角放血的鱼，整尾都硬邦邦。闻起来完全没有任何腥味，还有一种淡淡的瓜果香气。那今天香港4大名鱼就拿了2种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有一些红条颜色不是那么红啊，有一些是粉红的啊，或偏黑。那这一尾就红得很漂亮，越红越喜气，卖相越好。在网络上搜寻红条，会有好多长相类似的鱼。有种长得很像的叫做7星9刺翼，身体比较宽，斑点比较大，还有一种叫做燕尾红条，中文名称叫星喙，尾巴是弯月形，末端是黄色，胸鳍也是黄色的。还有一种俗称叫虎条的，鱼头上有深色的条纹，鱼眼睛没有蓝色圆圈，中文名称是点线鳃棘鲈。
那一些都不是正红条，吃起来也不至于差太多，但是不同的鱼还是要说清楚的。那这尾鱼的内脏只有一点点，超棒，而且还有一些油脂。鲜红色的鱼皮搭配白色的鱼肉，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样子，食欲一下子就拉高很多。又过了2天，我来大溪渔港逛逛。这一次台风行进速度很快，从南部走掉了，北部没有什么风雨。今天很妙，港内都空空的，渔船出去了，中午只有1艘船回来，听说都去捞樱花虾了。剩下的摊位卖的都是同样的几种鱼，有一些鱼看起来不像坐船来的，坐车来的鱼我不太喜欢买。那原本那一摊卖鲍鱼的也没出来，没关系，我去水产行买进口的。我看最近韩国进口的小鲍鱼有特价，而且各大水产通路都有做活动，应该是有大的进口商一起铺货了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买来做生腌鲍鱼。煮酱汁用的酱油是屏东老牌裕泰白酱油，100%使用原粒非基改黄豆天然发酵制成，发酵过程长达400天以上，通过 ISO 22000认证，产品全部都是裕泰自行生产，没有添加其他酱油厂的酱油，也没有添加防腐剂与化学色素，我都用来做海鲜类的生腌菜色，也可以加入一些辛香料，增加口感的层次感，但不能加太多，以免覆盖鲍鱼原本的甜味。酱汁煮好之后，先放凉备用。鲍鱼先放滚水烫1分钟，这样子比较容易挖出来，挖的时候不会弄坏连在壳上的肉，形态会比较完整好看。不要烫太久，没有要把鲍鱼烫熟，这是做生腌嘛。捞起来要放在冰块里降温，不然很烫的壳会持续让鲍鱼变熟，口感会越来越硬。那鲍鱼挖出来擦干，去掉内脏口气，倒入用裕泰白酱油煮的酱汁，冷藏2天，让酱油香气透进鲍鱼里面，鲜味升华，口感保持软 Q。我请罗东元烧老板帮我买了2公斤多的红干，这个红干身上有个洞，它这个伤口没有糜烂，应该不是寄生虫，看起来像是捕捞过程中弄伤的。还有2公斤多的烟仔虎，这个是良型烟仔虎，圆滚滚的，臀鳍已经有一点泛红了，是肥美的象征。红干放血的时候，血水从那个洞喷出来，看起来那个伤口很深，直接刺穿身体正中央的血河，中间这块鱼肉可能会有点淤血，要放弃掉这个部分。虽然是这样子，还是能接受的，因为今年红干数量锐减，贵了不少，有就不错了。烟仔虎的状态非常好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血要尽量放干净才会好吃。这2尾鱼都做干式熟成，冷藏吊挂个几天，让血水持续流出来，鱼肉收紧之后，就能呈现出不同风格的生鱼片。老鼠斑跟红条各有1半要做涮锅，想要让客人体验一下那种要熟不熟的绝妙滋味，需要一些好的汤底。我累积了几颗鱼头，熬一锅浓白汤，用喷枪把表皮烧到有点焦，这样子汤煮出来腥味会比较淡。因为要煮成很浓的鱼汤，所以减少一点腥味，避免客人无法接受。那每次影片只要有做熬鱼汤，就会有人留言说鱼骨要先煎或是炸，让鱼肉吸饱了沙拉油再去熬。那种汤看起来很白没错，但那只是沙拉油乳化造成的效果，汤喝起来会有一股油耗味。那像这样子熬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烂泥，汤上面一层黄色的就是天然鱼油，不需要用沙拉油就能乳化。这个老鼠斑鱼头胶质很多，没必要跟身体一起熟成。正好我同学搬新家，约了一票人去吃饭，我就带去他家煮。在内侧、外侧肉很厚的地方先切几刀，熟了以后鱼肉比较容易挖出来。用稀释过的鱼汤来煮，把胶质煮出来之后再放米粉汤下去。
大鱼的皮非常厚，这个至少要煮1小时才会变软。那这个片段其实没有必要剪进来的，纯粹就只是想要炫耀而已 ，you know。活动前一天把鱼都打开来切一切。我原本没有预期会拿到这么大的老鼠斑，想说2-3公斤的就已经很好了，但这么大的鱼生吃的话，熟成久一点会更好的。这红条放了8天，刚好是完美状态，鱼肉依然饱满紧致，颜色鲜艳。一直以来有很多人留言或传讯给我，问我有没有做私厨。那在我的认知里面，我现在干的事就是私厨了，或者是说正在练习如何做私厨，只是我没有营业。而且私厨的关键就是私嘛，做给自己吃或做给亲朋好友吃的。公开营业的话就不叫私厨了，那要叫餐厅。那随着我练习很多遍之后，我觉得要真正的做到无菜单私厨非常难。首先你要找到好的季节性食材，很靠运气，所以很难事先跟对方沟通好预算。那自己的利润也很难抓，除非你都叫进口的或者是处理好的半成品，不然处理的过程超花时间，还要场地的租金、装潢、搞点气氛。那现代人还喜欢讲究服务，把餐饮业跟服务业混为一谈。那要服务的话呢，还要再多请人，还要花时间训练什么的。那这个鱼肉很漂亮啊，所以很感谢每一次的赞助厂商。有了预算之后，买昂贵食材比较不用担心，能够随心所欲地做出自己想做的菜，天马行空的拼凑难以复制的菜单。虽然说背负厂商跟来宾的期待压力很大，但每一次完成挑战都觉得有所成长。这个老鼠斑的鱼鳞超多，用电动打鳞器喷得到处都是。侧线上的坚韧鱼鳞要用钳子拔。我有准备很多冰盐水，一边操作一边冲，避免鱼肉长时间待在高温环境所造成的一些瑕疵。7、8月的天气搞大鱼真的要很小心，每个环节都要更谨慎，只要稍有不慎呢，就泥巴掉裤裆了。鱼肉切割起来的感觉很像东洋炉，就是跨嘴啊，一样都是鱼皮很厚很坚韧。我应该要垫个纸，让鱼不要一直滑动。这时候反而番薯磨的低一点的刀更方便切割，稍微大一点的锯齿才能咬住黏滑的表面。鱼骨里面累积了很多鱼血，这个鱼灌水进去的时候流出来的水都是透明的，鱼血淤积在身体里面放不出来。之前处理东洋鲈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在第一条背肉啊，还有鱼鳍骨会累积鱼血，但这一尾更严重，有很多血积在皮下的那一层。我打算大部分的鱼肉都做熟食，这么大的鱼呢，鱼筋会很硬，担心客人吃不惯。这个是干熟成的红干，最近干式熟成变得很热门，可能因为有很多餐厅都有熟成牛肉的冰箱嘛，在熟成牛肉之余，顺便熟成了鱼肉、鸡肉、鸭肉什么的。到了冷冻再退冰的肉本来就会比较好吃，控制好水分减少的程度就好。刺穿血盒的洞没什么大问题。我之前做干熟成前呢，会为了操作方便，把鱼鳞先弄掉，但我觉得那样子很容易让鱼肉变得太干。本来就水分很多的鱼没有差，但像生科或是湿鱼，鱼肉水分排除太多就会变得很难吃，钓的时间太短又没有效果，所以就用鱼鳞挡一下。现在是夏天，但是这个烟仔虎已经变成粉红色的了，比很多土托都还要漂亮。烟仔虎本来水分就很多，干熟成完鱼肉没有那么松散，而且放血放得很好。全部的鱼肉都用冰盐水冲一下，盖上一层纸巾，再吸一次血。这一次的来宾是宜兰人，弄点在地的食材。我来宜兰的养殖场买石雕做熟食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，石雕才300多克，现在长大了，应该更好吃。早上10点买活体回去，等到下锅前的2小时再来挠脚。这个老鼠斑的肉纸巾包了12个小时，看看能不能补救一下。
没办法，鱼血卡在鱼肉里，放血的时候没有放出来。对比2年前做过的老鼠斑，这个鱼肉完全是粉红色的。这个生吃的话应该会有一些血味，但做熟食差别不大。煮熟的肉色就没有那么好看了，会有一点灰灰的。从2条背肉中间分开，切片做熟食的话大小刚好。我昨天试吃过，鱼皮非常硬，用水煮的话要很久才会软，所以我把鱼皮都先去掉，再切片。下腹部做生鱼片，上腹部切割成条状炸来吃。今天的人数比较多，整尾烟仔虎4条肉全上，有皮的那一面用瓦斯炉烧，烧到有点烧焦破皮也没关系，肉的这一边稍微炙烧一下就好了。有些人说用瓦斯直接烧肉会有毒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网络上查来的资料众说纷纭，有很多都超好笑的。我相信那些说的人自己也不太清楚。这种情况在 AI 盛行的年代会越发混乱。这个是红条鱼肉，这个鱼肉很紧致，我感觉口感会稍硬，我想要切的稍微薄一点。这尾红条的肉质跟我之前2次做的真的是截然不同，获得的方式不同，中间的过程完全不一样。澎湖活地打冰空运过来，吃起来真的好很多很多啊！你看这光泽真不错。另外一半鱼肉就做涮锅了，生鱼片、熟鱼片都切好了，那来处理石鲷鱼。这些保特瓶原本是冰块啦，要降低它活力用的。四川鱼脑让它瞬间死亡，经纪人说杀鳖的画面让它整个吓傻了，这个画面应该有比较好一点。石鲷鱼的生命力极强，割鱼鳃放血之后，它放在水桶里面1个小时，身体都还会动。客人到访前1小时来处理冲刺幼卷，眼睛拔掉，牙齿拔掉，像塑胶的骨骼拔掉。我后来发现幼卷的2条攻击须末端有钩子，会刮舌头。我个人是不太在意的啦，但是有的人可能不适应，所以我把它也夹断了。这个是生腌鲍鱼，看一下断面有入味进去了，这个颜色更深一点，试吃看看，清爽的味道，还有鲍鱼淡淡的甜味，这个拿来做头盘开胃菜。那个是鲍鱼，对，可以试看看。哇，这2个都是生的，这些都是生腌的。我把那个眼睛啊，还有那个牙齿，还有中间的骨骼都拔掉了。哦，对，好。这吃起来是不是跟银乌贼很像？对啊，很像哎。它实际上就是银乌贼，对，它就是很小的小卷。这个是大溪的船长捕的哦，哇，这个很好吃。哇，对，这个是他现捕现去拿的。哇，这个一般哦，他们都拿来钓鱼。对，对，所以没有人会吃这个玩意儿。它捞上来之后，里面会夹杂很多小鱼，对，然后虾，还有一些烂的东西，然后手工全部削掉，然后洗个2遍，再拿去腌制，这样不用特别一定要去想一个词汇出来，类似像玩家这样，对，不用这样。所以观众就会下面干掉，他就说来一点情绪嘛，没有上桌吃完，好结束，就这样。真的很像在邻居家吃饭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大概就是这种风格。哇，这是红干贝肉。安缸是我最喜欢吃的鱼，因为我爱吃白鱼。我觉得安缸是一个超级赞的鱼，特别煮，他拿他骨头煮汤不得了。每次回家，我爷爷都问我说：“啊，你想要吃什么鱼？我去帮你准备。”红干腹，吃安缸。这个是什么？老鼠斑。老鼠斑。我第一次吃老鼠斑做的生鱼片。那我们3个人讲。本集的情绪价值好吗？看着。哇，どうぞよろしく。这样，哇，然后超好吃，对，而且而且是有肥的，然后这是我们平时在用的酱油，裕泰白酱油，它这个蛮清爽，看它是琥珀色，它就是蛮清淡的，它不会盖过那个海鲜原本的味道。真的，我那些是10人份，完美，后面还有。差点要问说有白饭吗？有白饭，有白饭吗？有白饭吗？我开动了哦，开动了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没有工作这么开心过。你要说拍摄这么爽的，就是今天了。
好吃吧？好吃吧？很好吃。我爸铁哥，来，好，谢谢。所以你们都是念那个宜兰高中？对，我们其实本来是台北人，我们是因为开网咖才来宜兰的。听起来我们网酷。咖在你们学校那什么名字？我看，骇客啊，我知道。在大院隔壁啊。哦，那就是你们家。对，因为我算了一下时间，差不多。打过。一中。以前是只有男生对吧？对，我一直以为都只有男。有两个，一个是女生班，就是读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班，然后我们是才艺的，我们术科很厉害。对，就是美术类。这个烟仔虎就是要跟上面的那个洋葱。可是你 A 单后处理的很好哎。对，处理的不错吧？我有加芥末哎，那种法国的那种芥末。对，芥末，我觉得这样对，它是很厉害的芥末籽。对，加芥末籽。对，我觉得味道蛮大。因为我们很爱吃东西。我们去巡演的途中，对，我们最喜欢买的都是调味料。哦，对，就是能买各国的调味料。那会给我们很多回忆。对，那种回忆其实蛮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烧烤。哦，然后用放不同的调味料沾着吃。住在宜兰啊，如果你在阳台烤肉啊，不会有人扛的。对。可是在台北就会，没错。所以我没事就会在这个阳台上面烤肉嘛。对。刚来宜兰的时候，觉得宜兰人非常保守。我们大概10年前来宜兰的，同事说他们是会在河边洗衣服，就是灌溉沟渠啊。对，我那时候觉得他在骗教。真的，现在还有。搬来3年之后，我真的有一次看到，其实很舒服，那个水好干净哦。过年大年初2在那边洗，正常。这有什么冤屈？因为像宜兰的灌溉沟渠，它分了有好几种不同的灌溉功能。我刚来宜兰的时候啊，宜兰我们那个斜对面有一间那个早餐店，我买了3样，好像40几块吧，很便宜啊。对，我吃的豆浆，越吃心里觉得完了。还是非版非常便宜，非常便宜，对，开得够。你有在宜兰生活过吗？以前他是海盗，罗高，很多高。我是西南的，没事啊，这边东北一中人比较多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宜兰高中跟宜中他们会跟罗高中他们会争，就是谁是东北一中。对。然后男女就好像比他们的时代。在旁边观战。哇，来自烧了吗？哎呀，这是红干的鱼肚，就稍微有一点花样。对。我刚刚忘记讲，那个烟仔虎跟红干是干湿熟的。哦，另外2种是湿熟，哦，天数跟做法不太一样，有到很酸，对，就是要处理一下。但它拿去腌，然后晒干之后会变成那个鱼干，那个包肉粽很好。晒干哦，对，没有看过有人这么做。那个在南方有卖，知道吗？南方有一些小店，它是专门卖鱼干的店，肉块比较完整，对，所以它就压饼，然后腌酱油跟那个蒜到晒包在肉粽里面，对，然后要用那个木板就是压放在上，也不用太压，就是晒干，但能压更好，就把里面的水压出来。对，这个是罗东元烧做的酱蟹，这个算是 NG 蟹。腌制完去除蟹腮的时候，看到蟹黄不够多的就挑出来，把蟹肉挤进罐子里面冷冻起来，没有壳直接吃，超爽。哇！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很猛，哇！这真的哇！这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跟那个元烧罗东那间元烧，我知道，他有在做那个螃蟹酱蟹，这就是挤出来的肉，所以这边是6只蟹的量。哎呀，所以你看到它的蟹黄比较少，但是肉它的腌制一下一样非常好吃，这个超好吃的。对，我个人是最喜欢的。对，然后它的就是壳都弄掉了，你就等下拌一拌。然后直接带着饭一起，完美。我们3个有在吃酱蟹，史上第一个被偷拍是因为去买生腌虾的那个材料，在洗护。对，所以现在还是会去那边逛吗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牌子虾子，是好吃，品质非常好。哇，这个超好吃。是你做的吗？不是，那个老板做的，加工就是加上麻油、对，还有青葱，所以你刚好对，没有错。因为我去韩国是超喜欢，韩国是没有错，我没有把它改良了。对，这个口味圆润很多，这个超棒。然后可以升级1只汤匙吗？哇，真的好，哇，这好厉害！上次提醒我在带海苔了。带海苔放，我没有海苔啊！你要海苔吗？海苔然后这样包着这样。要怎么越来越多哎！老板的菜是任何味道它都可以有独立鲜明的状态，所以你等下就是这个肉啊，然后跟那个蟹肉啊一起这样子放在上面，
然后再加一点海苔，然后就这样。康哥，试一下。好，鱼肉上面淋这个，放远一点。今天的疲劳就这样子不见了。海苔啦。哇，谢谢。我知道会弄海苔啊，但是我有点偷懒。那你要再点白饭吗？哦，你直接包鱼是不是？不可能是这样。对，你不能在前段部分吃掉太多白饭。哦。这2个人，哇！你要不要演？哇，这真的是非常有趣，你要点都可以试看看。来，怎么拍？飞是。石鲷鱼我打算做酱油水，葱姜炒一下。这个是宜兰买的哈密瓜酱，用来增加一些哈密瓜味。今天的客人好像很喜欢吃哈密瓜。酱油水煮鱼是一种非常简单方便的做法，在亚洲的热食菜色中，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豆类蛋白质发酵后的风味。豆类转化出来的氨基酸跟海鲜味充分结合后，会非常鲜美。酱油的香气是整道菜的灵魂，我依然使用屏东裕泰白酱油来制作，让它稍微加热一下。裕泰白酱油的酱香味散发出来之后，石鲷鱼放进酱油水里面煮到入味。好了吗？你好了。应该来点掌声。哇！取暖。哇，哎呦喂呀！哦，有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昆布。天哥爱喝汤。对，直接漱。哇！好赞哦！来，这样就可以吃。来，我来上桥，来，我来上桥，帮各位上桥，上桥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这样捞下来。这样，那我补一个。应该是非常撞到。谢谢。举世都好，谢谢。老鼠斑，哇！这老鼠斑真的非常好吃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它看起来不太像鱼肉，你回去可以跟你爸爸点。哇，7公斤。不会，它的肉质跟旁边这个肉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它会在你的舌尖上面像烟火那样的四散的感觉，因为它这是松软的感觉，这样。只能写歌词吧？它那个口感是你没有吃过，你很难去形容。口感会有点像再软一点点的蒟蒻，然后是鲜甜的味道，然后会有一点点鱼味，然后鱼里面就是正常有那个一点点腥味，因为但那是正常。对，皮在里面我忘了，我帮你捞，非常厚。那鱼有块素材吗？我这一块素材很不错哦。来吃那个全熟的，里面有个全熟的。哦，这是快熟的。接下来是经典的炒斑球，这个菜我做过好几遍了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那么今天稍微特别的是，我用哈密瓜取代了花椰菜。买的时候标示是写哈密瓜，但这个颜色可能是洋香瓜吧。加点鱼汤把蔬菜焖熟。裕泰也有出酱油膏，拿来炒菜也是很可以的。一点辣椒酱跟沙茶，很简单就做好了。老鼠斑球炒了也没有散开，跟哈密瓜一起吃，绝妙。有一首歌叫做《你要不要吃哈密》，对，掌声鼓励。这是哈密瓜炒斑球，哇！这个绿色的是哈密瓜，哇，在喜互会买的。我这哈密瓜要跟鱼一起吃，这样。哈密瓜跟鱼一起吃，没有错。哇，不好吃，好好吃。宜兰养殖的石雕，哇，这就用哈密瓜酱下去哈密瓜酱。壮维那边有一间甜妈妈，哦，我知道，对，它有哈密瓜酱。观众先吃，观众先吃。哦，
没有，我想说这些事情，他其实没有上特效的话，应该会超好笑。就是没有观众是能接受这样子的吗？我们不管。就是老鼠斑的下巴，用威士忌跟腌鲍鱼的酱汁泡过，直接烤就好。切成条的老鼠斑乐排，它的鱼皮跟腹膜比较厚，要炸久一点，就会有胶质感，吃起来酥中带软，最后还有微微的嚼劲。4个熟菜都完成了。我你想到，这是老鼠斑的腹肋排，哦，就是全部的肋排，然后把它沿着它那个长的骨头切成一根一根的，就是直接拿起来。你推荐了2间炸物，哪2间啊？卡碧卡碧娜炸鸡、真香海鲜鲜餐厅啊，真香我也蛮喜欢的，红烧鳗，对，对也是炸的。对那我就想说你们应该蛮喜欢吃炸，烫哦。哇，好好吃哦！是的了。这个真的很好吃哎，这个好吃到不行。哎，什么好了？什么？这个好了。这有10根，而每一个人是因为我们去炉子开始，我没有卖过。哎，对，这样，所以快吃冷掉，赶快！它是一整根这样子的状态。对，吃起来很方便啊。很甜嘛，它的那个瓜很甜。我没想过这样子。所以你们其实没有要宣传什么。没有要说他们有要宣传什么吗？我看时间快结束了，应该只是混一顿吃的。对，我们就是这样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狗，我是全听，我是云安，我是哲谦。我们的第4张专辑，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，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上线。没错，欢迎大家去聆听。然后我们最近的巡回已经开始了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很谢谢大家都收到了，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谢谢大家。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频道，所以希望下次可以很快就有宣传期可以再来。希望下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再来这边。我看了一个，你们在10月的时候有在成都演唱会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成都哦，但是因为我们进山了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去参加一个那个稻城亚丁青康藏高原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就那个地方，你要去成都要吃3花，我有做好功课，就是脑花、豆花、蹄花。这3样一定要吃。我们好像是蹄花没吃，对不对？对，剩脑花，因为我脑花有吃啦。我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，对，加脑花，哇，下巴，因为下巴很大，所以要用刀子。老鼠斑，这真的很大只的老鼠斑，真的很大只。我可以用手吗？当然可以，请用。哇，哎呦，告人人最近呢，在 YT 呢有很多新专辑，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。我发了一张新专辑，对啊，然后拍了很多 MV， 然后拍很多 MV，对。我们是喜欢吃饭吃到昏掉，对，好快乐哦，好像有点饱困，血糖上来了。然后还有演唱会也正在巡演这样子，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在巡演途中还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菜，真的太感谢了。